越南现在手头上面的外汇跟它的经济实力，真的要去买法国的阵风战机的能力还是有限，除非法国马克宏愿意 do favor 给他很高的折扣。越南现在他想要采取冲突的方式，其实只是要换更多的筹码。因为现在以东盟这些国家来说，已经不倾向在南海上面跟中国有直接的对抗。那至于说越南这次是不是阻止外交，我觉得有时候竹子吹久了也会倒。2026在南海这边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态势或局势的发展呢？我们要讲的是说，因为在南海，大家常知道这个南海主权争议，那杠得最凶的就是中国大陆还有菲律宾。菲律宾方面呢有美方的力量、美方的影子。不过现在会不会加入越南呢？因为法国媒体《快讯周刊》最近报道说，越南可能改变对俄罗斯苏凯战机的依赖，他们最近正考虑要买呢法国的标风战机。Rally News 这家媒体分析呢，可能的举动这项可能举动会影响到区域的局势。如果越南成功整合了标风战机的话，它很可能会对地区的对手造成威慑，尤其是在具有争议性的南海海域上。那越南买标风的决定势必会影响到俄罗斯现有的这个国防结盟。采用欧洲技术意味着呢，这个越南军事战略的多元化，进而去重新塑造越南的外交格局。那我们向来知道，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在内，这个向来是以竹子外交，就是他们这个风向这个非常的敏锐哈。邱老师觉得，我先问一下，有没有竹子外交的思维在背后，在他们做这些决策的背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您认为？还有就是说，从战力上面来看因为为了要因应南海的局势，他改买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在战力上会提升多少？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这个比较像那个法国自己宣传，但是越南配合，因为接下来跟俄罗斯如果买新的战机的话，可以压一些价钱。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改变一个。比如说，我原本是用美系的，我现在换成俄系，然后或者是说我从俄系忽然换成法系，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以台湾来说，我们有美系跟法系的，对，那其实两个系统之间其实一直对空军的后勤维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那同样的，你映射到对越南来说，我认为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越南现在手头上面的外汇跟它的经济实力，真的要去买法国的阵风战机的能力还是有限，除非法国马克宏愿意 do favor 给他很高的折扣，可能可以引诱。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印度跟巴基斯坦空战之后，其实阵风的订单就一直被砍单。那所以法国当然很希望说利用这次找到一个出口。对，如果越南愿意采购，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国家解释。但是也因为其实越南真正要加强，其实应该是海军的力量，因为毕竟南海冲突是在海面上，你海军的实力不到，你即便你空军跟解放军好了1:1，50:50好了，可是你海上的力量差这么大，所以重点反而应该是放在海上的战力才对。就是你越南海上战力，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就是越南现在他想要采取冲突的方式，其实只是要换更多的筹码。因为现在以东盟这些国家来说，已经不倾向在南海上面跟中国有直接的对抗。那至于说越南这次是不是阻止外交，我觉得有时候竹子吹久了也会倒。对，所以我比较倾向这就是越南跟法国已经双方有默契，但是看俄罗斯愿不愿意降价钱。是，所以有时候万一操作过度了哈，要小心会走火，走火就引火上身。好，那中越双方其实呢，在南海的这个最大利益冲突就是在西沙群岛这边。中国大陆呢，从2025年10月开始就在西沙群岛的羚羊礁启动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还有相关设施的扩建。那目前呢，羚羊礁已经出现了比较清晰的运输通道，还有关键的滚装船泊位代表北京方面正在为重型设备车辆还有机械的运输跟登陆预做准备。
我们回顾一下，从2017年开始呢，中方就在西沙群岛展开构筑的工程。那其中永兴岛这边呢，部署了红旗9飞弹，还有轰6轰炸机；中建岛呢，则是建设了战机跑道。那琛航岛则是有直升机还有舰队的基地啊。最后则是我们提到现在在讲的这个羚羊礁。羚羊礁的战略位置为什么这么的重要？黄老师，您觉得？羚羊礁在西沙群岛的西南边，它更靠近越南的海岸线。一点啊，当然我这样讲，大家还是要看地图啊，没有那么靠近。但是呢，它对于西沙群岛本身，还有对于海南岛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更向外延伸、更往南海延伸的一个可以提供ISR， 就是关通系统的啊，能够更早期的预知可能的有变，因为毕竟整个都是处在就是由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的这个航道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越南跟中国在那个海岸的石油开采，划界那个冲突已经很久了，一直都存在，所以越南自己啊也很清楚啊，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东沙啦、西沙。南沙来讲的话，西沙是老早就牢牢的控制在中国的手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说就是南海仲裁案，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10年了。那在为什么会有南海仲裁案？就是填海造岛。那西沙的话是最早开始所谓军事化的，就是中国大陆把这个军事装备，包括雷达、包括导弹、包括飞机。对，就放上去，已经很久了。那它是属于海南岛三沙市的一部分。当然呢，对我们来讲算是旗津区了我们也有行政管辖权。那现在跳过来回来讲的话，越南想要动中国牢牢控制的西沙，基本上蛮困难的。很难。那再加上刚刚世清老师也讲嘛，越南的海军跟中国海军那个就是基本上不在一个档次上，没错。所以你的力量很难阻止北京。而且黄老师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往外推，也让中方万一如果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它的应变时间可以更长。因为中国的核潜舰还有新的这个航空母舰都部署在海南。所以西沙来讲的话，那就等于是前面的哨戒了。是对早期预警。台海战争到底可控还是不可控呢？是像美国智库之前所说的可控吗？这是一个疑问句哈。那么《纽约时报》呢，最近罕见他们揭露了一份五角大厦的高度机密内部文件优势简报。那这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智库兵推，也不是学者的沙盘推演，而是美军自己用来说诚实面对失败的内部评估。而结论只有一句话：20年前美军还救得了台湾，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当然，这个报告一出呢，立刻引发了关注，因为呢，在先前有很多次兵推，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兵推当中呢，美军的航母的打击群还没有进入到作战位置之前，解放军的飞弹呢，像是反太空作战等等，就已经全面开火，甚至呢，就连美军最引以为傲的象征就是他们的福特号航母呢，都会在空优尚没有建立之前，就会被重创，甚至被击沉。而在不久之前，日本的媒体 President Online 才引述了 CSIS 的兵推，他们指出呢，24种的模拟作战情境当中，中国大陆只有在2种情境下能够取胜，其他全部都是落败的。但是美国学者叫做 Lily Goldstein， 他直接就点破《华尔街日报》还有多数刚才我们所提到台海兵推剧本的3大盲点，哪3大呢？第一个，忽略了商船的平战转换能力；第二，直升机还有空降兵的立体突击；第三，就是核升级的风险被刻意的忽略了。好，那马老师怎么看这份美国国防部这个优势简报的结果？因为刚刚特别提到是美军内部对于自我评估，他们觉得哪些短板、哪些弱点必须要赶快补强的。应该是蛮真实的。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推演他都会根据他想定的剧本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我觉得，如果从解读上面，这个优势简报它只是设了一个更恶劣的美军作战环境。那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美军要取胜本来就不太容易，但是它不代表真实的战争过程里面这些事情会发生，它是一种想象。那所以这可以说明为什么 CSIS 的兵推跟这个优势简报彼此之间会产生差异性，因为我相信他们设定的剧情是不一样的。不过前一阵子就是在93阅兵之前我觉得路透社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报道，他就是在讲说在8月份的时候，中共已经开始集结了这个滚装渡轮跟这个就是甲板货船去进行登陆的演练。那这2种船结合在一起，其实它就不用靠岸，它的重装甲还有它的机械就可以从离岸边比较远的状态用这种商船的方式，它就可以接驳到岸上了。也就是他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想定，就是商船平战转换的这个能力。那这个当然在做法上是有可能。不过，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在战时或冲突的状况底下，你要有这么大的船舶能够靠近台湾比较近的海域，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体积太大，然后它移动速度很慢，然后这种大规模的直升机空降，这个在作战的过程也很难想象说我们的空域，除非他们有空优啦，否则我们的空域大概非常难被任何的单一国家就是有大规模的这种登陆。这种可以这个空降的这些飞机充满了我们的上空，所以我觉得这些想定是存在，但是它不一定会在战时真实发生。它美军有没有到不了驰援不了的问题呢？我觉得基本上没有。航空母舰它需要部署，但是第7舰队的3艘航母它经常性的在这个西太平洋海域出没，这个是一回事。但美军本来就在亚洲啊，美军本来就在冲绳，本来就在日本，本来就在南海，所以。本来就在菲律宾，所以本来这附近就存在美军，它并没有战争发生驰援的问题，是它在战争的同时，它也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在思考上，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我觉得没有像他们讲的这么悲观，但是这是一种想定，我觉得大家要了解这样。啊，军方的报告当然值得参考哈。不过这个就让我想起先前我参加一场这个兵推的相关的讲座的时候呢。讲者他就特别提到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呢，所有兵推会失败，就是兵推到最后失败，无非目的很简单，要争取预算，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国防预算来加强我们的这个经费哈，那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实力。那所以现在回到说这个美军啊，就是五角大厦这个优势简报哈。好，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当然美军的担忧不是这空穴来风，也。它是其来有自的，因为最近就看到中俄的联手，这个礼拜呢，中俄的战略轰炸机呢首次的联手出击啊，我们看到有2架俄罗斯的图95从日本海逼近，然后接着呢在东海的空域啊跟2架中国大陆的轰6K 会合，2国的军机就沿着对马海峡一直到4国外海，然后再到太平洋，再到宫古海峡，他们完成了长距离的战略巡航。那么在往返宫古海峡的这个途中，又有4架歼16进入这个护航的队伍哦。那同一时间呢，在日本海上空还出现了俄罗斯的A50预警机以及2架苏30的战机。那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你可以发现中俄之间的不管联合演训也好，似乎是越来越有默契啊，好像是叫一声，马上就集结在一起，这个队伍就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哈。当然，中俄现在在东北亚的这个动作呢。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呢，这次看到出动联合一起的话是15架军机，包含了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图95，还有轰6，联合绕飞日本。像刚刚马老师讲的，无非是给日本一个很强的压力哈。那当然，这个背后的战略思维，还有包括中俄的联手啊，未来如果一旦是常态的话，这对于东亚来讲的威胁是什么？讯号的传递，主要是讯号的传递，也就是说，今天中方希望能够借由跟俄罗斯这样一个联手巡航这个这样一个作为呢，强烈向日方那个透露出就是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你没有选边站的余地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要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因为如果你一旦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北京跟俄罗斯都有能力对你发动攻击，而且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那你说北京如果说今天要对因为就是日本介入了这个台海冲突之后，那北京要怎么做？那自然第一，我们刚刚讲到，既然如果说你那个日方在美方的这个
美日安保启动下被动介入，因为其实即便是美日安保，那日方要介入的这个程度，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选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日方选择了积极性的介入了这个台海之间的这样的争端跟冲突的话，那这个时候中方可能会做反应，甚至联合俄方来。因为其实俄方对于日方来说，长期以往日方对于俄罗斯，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也就是北方四岛。其实日方一直对俄罗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这个在外交以及这种国际场域上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忍让跟客气，就是日方念兹在兹，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要回北方四岛，至少能够要回北方四岛中的一部分。那其实当然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之前呢，那个俄罗斯也同意归还4个小岛中2个比较小，但结果没有想到，因为俄乌冲突全面爆发，日本站到美国的率领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团队里面，让俄罗斯愤而就决定这个事情就不还了。那但是也就是我刚刚讲，俄罗斯来其实也就强调，也就是告诉敲日本的这个门，告诉你还有北方四岛的问题在我们这边还悬而未决。然后那对北京来说，你如果真的无条件站到美国那边，然后就是对美国请全国之力支援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日本的全境都有可能成为我中方攻击的目标。当然，到时候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在做那个这种事情发生前，我要用这样明确的讯号告诉你我做得到。那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然其实在这个阶段俄罗斯它的问题俄罗斯有它实际问题，就是他们这次加入这个联合战备那个巡航的这样一个轰炸机跟这个A50的预警机其实都已经是在这个乌克兰前线经过一定程度的这个耗损，等于说它透过攻击乌克兰一个航线之后进行一个长途飞行，然后进行多次空中加油，然后绕到日本这边来飞它。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要能够有效而且固定期的执行这一类的这个任务，其实越来越难了啦。对，OK， 所以其实但不管怎么样，看得出来说他们的这个编组或者说编队的，其实他们这是非常。可能是演练也久了就变成说要集结的时候是非常已经有默契，就变成说我今天这个任务只要一下，那俄罗斯不管你从哪边抓飞机过来，那中国大陆从哪边抓飞机过来，都要变成一个有效的联合作战的态势，这个部分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演训变成是非常的熟悉了。对，那现在在东北亚这边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阵营的对抗是越来越清楚我们要说是2大包括了中俄朝，另外一方呢就是美日韩这个紧张关系也正在加剧中。可是川普的态度，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包括最近对日本就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紧张，他是异常的低调。同时对东亚现在呢也是态度微妙让美日韩的同盟现在也有分析家认为是有信任折损的问题。好，现在不但是说呢，川普我们听到他讲说跟习近平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在这一次的中日还有俄乌的态度上面，更是让大家觉得你这个偏的也太过头了吧那不排除会再见金正恩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不管是想法、说法或者是做法，都让美国的盟友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万一到时候发生了事情，美国不出面怎么办？这个是医美论嘛？现在不只是这个，连德国总理不是也是这样讲吗？我们被美国耍了。他们讲其实很多人对川普支不支持盟友，有条约的盟友有质疑。但是虽然常常批评，比如说他常常批评北约国家国防预算不够，或者南韩、日本国防预算不够，这个是第一个任期到现在他一直以来的说法，没错。但是我相信川普是很了解这些防御的这个条约的义务，所以对川普来说，我相信，假设明天北韩攻打南韩，那川普他真的是很了解美国必须要按照条约来帮忙或协防。我相信川普了解，但是同时不得不说，那钓鱼台或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有争端的小岛屿那川普会不会为了这些冲突动用美国的军事能力协防？的确是一个问号。虽然过去美国官方发言人都说钓鱼台也是在包含在条约之内协助的地区但是会不会因为一个小岛跟中国或其他国家战争
真的很难说。但是我真的是认为很多人对川普的这个质疑是应该可以说是不成立，因为他还是很了解这些义务，而且他了解这是长期，不是昨天或前几年才签约了，他了解这个是从冷战到现在的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义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质疑是对川普来说，对川普是有点不公平。但是范围是多大，这个是一个问号。所以从刚才 Russ 的分析里面，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未来万一真的发生，不是大规模的冲突，而是局部的冲突，那么美国可能会意识到这些冲突对于区域安全的影响，可是不见得会出面，是这样子。对，最近几个礼拜，中日冲突，川普也没有明确表态，对不对？因为他真的觉得这个小事情真的很烦了。这个没那么重要啊，为什么要产生这个这么大的争议？他真的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OK， 这个好像我们曾经听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大事跟小事其实都是事，但是决定大事是小事，就是说是大事还是小事的是川普，那就看他到时候决定这个冲突是大事还是小事喽。香港01报道说，中国大陆的航母福建舰目前正在南海进行科研实验还有训练相关的任务，而这次的安排呢，跟2019年山东舰服役之前的最后阶段是很相似的啊。当时2019山东舰在南海先完成了1个月的科研实验跟训练任务之后，就在海南的三亚海军基地正式交付给解放军的海军。好，那问题来了，就是如果福建舰现在也在未来会驻扎在三亚的话，那么现在呢，解放军3艘现役航母当中，就会有2艘是部署在南方战区指挥的海军基地。而目前呢，解放军海军一共是有2座航母的母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海南三亚，另外一个呢就在北边的山东青岛。而第一艘航母就是辽宁舰，现在就是驻扎在青岛啊，由北方战区的海军来管理。南北这2座基地都具备至少可以停泊2艘航母的能力。好，那当然这个停靠的考量因为为什么要停在北边或者是停在三亚南边这边，多多少少也有这个避免风险的考量。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吴老师就是说依照这个避风险的逻辑现在看起来似乎停在三亚这2航母停在三亚的机会是比较高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倒不是避风险的考量哈。第一个，我觉得确实两支航母舰队都这个部署在海南的可能性确实相对比较高哈。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现在要回到中国发展这一个航母舰队的一个目的，很重要，当然就 A2AD 嘛哈，对美日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所以换句话说，真的譬如说他真的打算要对台海动手的时候，那这个至少要有2支这个 CSG 航母打击群要出第一岛链。那你今天部署在这个山东过去辽宁号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讲那当然你平时是随时可以出得去了，穿越宫古海峡或巴士海峡都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有动武的这个迹象，我相信整个岛链，你看最近这个美日在做的这些动作都知道，就是这个锁海峡嘛对。那第一个巴士海峡跟这个宫古海峡一定把它锁住。那所以最近为什么在演练这一个包含这不只是提风中程飞弹，那上面的标准6型是可以反舰都已经在做实践打击的测试。另外还有很重要，这五角大家不断在提 Nemesis 这一套系统也就是说它是用这个 JLTV 这种无人发射车搭载2枚 NSM 海军打击飞弹射程大概都可以涵盖到200公里。那美军把它部署陆战队这个放到这个离台湾只有200公里的这个巴丹岛，就是台湾跟菲律宾中间这个巴丹岛这个部分就锁巴士海峡。另外宫古海峡你看同样 Nemesis 放到石垣岛，其实宫古岛未来都有可能部署，因为宫古岛现在他们自己日本的124反舰飞弹可以涵盖同样真的双航母出去，那你又对台海动手的情况之下，这2个海峡一定锁住。那唯一可以进出可能美军比较难以拦阻的，就是从南海，从菲律宾的中部或者是比较难守没错。所以你先前你看辽宁号也曾经测试过走这个航路那等于说一个是避免遭到美军的袭击，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要进出，他才有办法在作战的时候继续保持战力。那同时我们要看就是说三航舰不见得在作战的时候3艘都可以动用到了因为一般来讲这个装备最基本的1艘作战，1艘训练，1艘这个维修了那纵然你可以把训练舰马上转成是作战舰，最多也是2支航母打击群。所以未来特别是辽宁号也其实相对来讲服役很久了，比较老旧。我认为北京都不排除
未来第4艘增建之后，可能辽宁号都要汰除了哈。那所以它维持4航舰或者是短时间，我觉得是做不到。所以真正拥有的战力可能是双航舰。那双航舰如果都部署在南海的部分，其实它的这一个战术上面的弹性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哈。那真的在作战的时候，它出岛链，其实就我个人的看法啦，航母可能在北京的眼里，甚至美军的眼里，本来它就不是真正反介入作战的利器，还远不如它先前阅兵展示的这些高参数的反舰飞弹，甚至中程的这个弹道反舰飞弹东风26D 这些哈，那些既低成本，同时量大，而且真正你看美军的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每次出来在谈，他的一个目标都不是锁定中国的航母舰队，都是锁定对方的这个反舰飞弹或高参数武器。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发展航舰当然是要跟美国当然也要做一个贺主的较量啊，但是实际上真的作战的时候的部署那能发挥多少战力，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持续观察。OK， 这个邱老师你怎么看哈？因为面对中国大陆的航母，那美方相对来讲，它的战略的调整，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因应的部署会是如何？因为呢，这个美军的第7舰队的航母现在是驻扎在东北亚日本。那第7舰队单以这周来看在菲律宾呢，目前只有部署2艘，就是说有部署2栖指挥舰蓝岭号。美军部署在菲律宾目前主要的还是飞弹就是我们在最近常常听到提风系统那但是呢，现在要逐渐加强的是关岛这边的防御，除了要花80亿美元新建36个飞弹防御系统同时也调动了像可搭载3万磅的这个巨型钻地炸弹GBU-57，还有包括 B-2 战略轰炸机要在关岛这边，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是美方也在知道，哎呀，这个南海这边要加强部署美方他们因应的部署战略规划，您怎么看？我们还是觉得美军在未来印太方向对解放军的对抗，慢慢会撤到关岛的方向。因为你如果把太多在跟你的竞争对手对抗的情况底下，你把太多的战略资产或者设施放在第一线，那一旦开打，那你能保得住，当然就很好。那如果保不住，你可能连第2回合要还手的资产资源你都调不到，你得要等美国从本土或其他的战区把资源调到，那这个时间会拖非常长。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1-2年，印太司令部的做法，就包含花这么多的钱去改建或者去加强关岛以及关岛周边。那很显然的，就是将来在印太方向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点不会在第一岛链上，因为第一岛链就是解放军的手马上就可以摸得到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那至于说不管是放在菲律宾或放在日本的这些提风的系统，因为提风系统打的就是战斧巡弋飞弹嘛。那战斧巡弋飞弹，当然它可以射很远，它可以往解放军往中国大陆的纵深打，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必须要回答的议题，所以他在针对战斧飞弹的防御体系或者是防空飞弹系，我们在这93阅兵里面看到，每个层次几乎是一个完整的飞弹防御系统，一个体系化的防御。但对中国大陆来说就是这样很简单你打来我就把你打下来，对，打的。这本来就是较量，所以美军当然可以部署提风飞弹，那中国大陆它一样可以部署它的防空系统。那两个国家在这个印太方向的军事实力竞争，其实就在互相比拼技术能力、军队训练、武器装备。所以未来这个部分前沿的对抗还是会进行，但是我们觉得美军的真正的战略资产以及比较核心的装备应该会撤到关岛这一线，而不会放在第一岛链。就是它大部分的攻击主力会后撤到关岛这个地方。对，在前面的包括菲律宾，还有刚才提到日本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攻击的，但是防御请盟国，这是重点，自己努力，请盟国来处理。然后呢，我的攻击主力放在我自己的本岛，我的这个就是说我的关岛我的属地那最近确实南海很不平静你可以看到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个冲撞事件。中菲两国16号又在中沙群岛的黄岩岛这边又爆发了冲突。中方海警是宣称因为有10多艘的菲律宾公务船闯进这个海域，然后呢冲撞了中方的舰艇，所以海警就警告而且驱离
啊。那么菲律宾官方则是说呢，其实当天呢是正在为30多艘菲律宾的渔船进行人道补给的任务，但是却有2艘中国海警船用强力水炮对其中1艘菲律宾的渔船进行30分钟的攻击啊，造成包括船长室啊、驾驶室严重损坏，部分的船员还因此受伤。那有些菲律宾的渔船在当场因为经不起攻击，还举白旗白布，就是挥舞白布来示意投降。不过在南海这边确实这个冲突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冲突是难免的。最近看到中方特别在这个海域，他们就有一个划分了一个保育水域的这样的一个宣布。这被我看有些分析的看法认为说，这算一招奇招，老师怎么看？其实因为黄岩岛附近的海洋的捞捕要比菲律宾自己近岸的捞捕的渔获量还有它的价值都要比较高。那我们知道，其实渔权的争夺其实在中国跟菲律宾中间也是非常激烈的。所以中国大陆不管有的是休渔期的时候，它不准你碰，或者是中国大陆自己要捕鱼的区块，它不管是用经济海域或什么，它也不会让其他的人来，尤其是菲律宾的渔船。那当然，俄罗斯呢，除了在乌东发动了一轮猛攻之外，现在在太平洋也看到他们跟中国大陆的舰队一起频繁的穿越日本。因为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消息说在8月15号前后，有多艘中俄舰艇通过了对马海峡，进入了东海，像是俄罗斯的基洛级改良型的前舰636华沙之歌前舰，还有守护者级护卫舰响亮号。另外呢，大陆这边则有解放军052D 飞弹驱逐舰是乌鲁木齐号，还有927型的前舰救援舰西湖号，都看到他们的身影。8月开始，中俄舰队先是穿越了中国海峡，然后呢进入了北太平洋现在又经由这个对马海峡回到了东海。当然，这对东北亚美日安保会造成多大的挑战？还有特别想问的就是蔡老师，您觉得这最近俄中紧密频繁的海上军事联合活动，跟我们才刚看到结束不久的双普会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俄罗斯这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已经又开始回到一战之前，就是开始往南走。这是日本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根据他们的 data 他们在北方四岛附近的一些军演的话也开始增加。那去监控俄罗斯的军队的话，是一艘飞弹快艇，它的时速可以达到差不多80公里，那个是时速，而且它是用快炮，1分钟大概可以发射80发，然后后面有2颗飞弹是交叉型的，然后它会去拍照，这是根据俄罗斯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根据中国的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就是像这一种 data， 他们就是统合部。监部他们几乎每天，那15号的话也有公布，只是说我把那个8月14日的话，就是中国的应该说它的一个活动范围这一边去做一个解释。那这个解释的话，对于川普跟那个普丁的一个对话的话，事实上他们对川普还是保持一点点的应该说怀疑因为川普的一个动作让日方有一点点好像是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一定要把美国抓住，不能够说让美国就跑掉。那对日本的一个压力的话，当然自然它会非常的大，他们会开始担心。只是说日方的话，他们既然是担心的话，从2022年之后的话就已经开始持续的加码，就是要去做一个反应这个动作。那反应的动作的话，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无独而有的，就是在8月15日，因为我们知道8月15日是所谓日本终战纪念日，他们就会做一系列的报道。我们用日本的电视，他们也会很特殊的看一下这个人也曾经来过我们台湾，就是5G 智久世新的，他在8月15日的节目里面就讲到的台湾有事并不是别人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大陆的希望是解决台湾，但是对于俄罗斯，他希望解决的是一个北方四岛，而且他希望再继续的一个南下。但是我们再看一下日方的一个努力，并不是只有在北方四岛，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往南迁了，也就是希望把中国牵制住。所以在8月15日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媒体，他们非常的一个惊讶。为什么惊讶？一般他们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日本政府原来是在我们看到的叫做马毛岛，花了大概1兆以上的日币，因为马毛岛它没有人住。
它是在种子岛的对面而已，那不适合做农作物，所以他花了1兆元的话，全部已经又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军事化。那这个军事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F-35B 也会在这里，航空自卫队就会搬到这里，它变成是日本已经开始走向航母的一个阶段，训练也会在这里，基地也会在这里，这个就会我们从地图去看的话，就是北方4岛它是针对俄罗斯，但是西南诸岛的话，就必须要再加上马毛岛已经快要完成了，那希望把俄罗斯跟中国，因为从过去他们的关系就是很好，能够把它钳制住，加上美国，而且加上他们最近会把英国，我们知道英国的航母打击群最近也进去，现在应该还在东京，所以就是把英国、美国加上日本，所以跟美国是日美同盟，但必须要再把英国拉进来，等于是他们叫做事实上的日英同盟。因为过去是日英同盟，但是英国再进来之后，等于是英国、美国、日本整个就加起来，再加上所谓的澳洲，再来因应中国跟俄罗斯的问题。我同样问题，我想请教邱老师，因为我刚刚特别好奇的是说，最近频繁的海上军演的活动，跟川普、普丁他们的双普，是不是也想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是说，即便跟美国的总统川普会面，但是呢，俄中关系，特别是战略伙伴关系是非常坚定稳固的。第一个就是这次中国跟俄罗斯的联合的海上的演习，其实这是常态化，每年的这个时间点，他们就是会有固定的演习，因为这个演习是有必要，因为他们双方有达成就是在海上联合巡航的这个，那语言的沟通，两个国家的海军之间彼此的指挥的习惯，所以这中间需要很多的磨合。但是其实，当然就国家战略来说，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不好。那这个是从2022年开战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曾经有一个很好的窗口是普丁那个时候跟安倍，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曾经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就北方4岛的部分达成一个某一种的，就有点像大家共同开发，但是后来就因为双方后来有很多的条件谈不拢，再加上2022年之后的俄乌战争，让日本全面的靠向乌克兰，这导致这个现在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其实在短期之内是很难恢复的。是，那再来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印太这个部分一直不断的发生事情，包含澳洲的军演。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即将双方就是美国跟中国在印太这个部分必须要进入到实力互相比拼的阶段，那并不是真的打了。就提到这个哈，就进一步想请教，是因为您刚刚从澳洲跟菲律宾哈，我们最近看到它的这个联合军演叫做波浪。然后呢，8月15号到29号就在南海展开。当然，最近南海真的很不平静啊。那画面当中我们提供的资讯啊，就是这个波浪联合军演呢，预计是3600多位的军人啊参与这个实弹射击还有抢滩作战。那也是澳洲呢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联合军演。那这个军演当中要展示的包括像是飞弹驱逐舰啦，还有 F-18超音速战机、标枪飞弹以及特种部队的参与哈。那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纽西兰跟印尼的国防军呢，会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所以讲到南海局势最近升温啊，现在澳洲联合菲律宾在南海发动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军演，这一点又应该怎么解读？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从很多的迹象其实可以观察到，包含今年美国跟澳洲的，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护身军刀的演习。那就是针对美军重返印太以后，在面对解放军的海军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情况底下，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如何在一个远征作战形态底下跟解放军对抗。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为什么其实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川普非常想要把美国从俄乌战争的泥淖里面抽出来？因为传统共和党里面的鹰派一直都是这样子主张，俄乌战争是欧洲人的战争，美国应该集中资源在
印太这个方向对付真正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可以看，即便川普在经济上面、在贸易上面，他可能会采取一个不一样的策略，但是美国整体的战略转向的确在从欧洲的方向转到印太的方向。那中国就是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应该只是开头，频率会越来越高。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他们没办法回避，因为他现在在由陆向海的转变里面，你两股比较大的海权势力在碰撞底下，你一定免不了这种较量，就是实力较量之前，那会有很多建军备战，会有很多示威的行动。那我们看到护身军倒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一次8月15号到8月29号的澳洲跟菲律宾的联合海上演习也是一样。哇，这样听起来，其实南海的温度，如果是温度计的话，越来越加温啊。可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态度就是说，你来了我就不怕，而且是不是真的要玩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因为前面提到说，也包括最近看到2艘的美国军舰呢，也进到了黄岩岛的海域啊。那菲律宾的海警巡逻机在黄岩岛上空飞行的时候呢，也遭到解放军歼15战机在近距离拦截并且驱离。而且呢，根据报道是说，2架军机的距离一度是只有61公尺，这61公尺很近哎，再加上战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所以呢，大家想了解的是说，黄岩岛为什么会突然又成为像美中菲3国的这个冲突焦点？刚才邱老师有稍微点到了一些，而且中方现在态度是不是说就是玩真的？上次哥觉得？那毫无疑问，现在整体看起来，有关于中菲南海疆界的这个部分冲突，是已经确实升级了。当然，这里头在攻守方面，我觉得对中国大陆、对解放军来说是比较困难，因为在南海疆界当中，中国大陆延伸那么边，虽然大家都宣称这个疆界靠哪边，特别是在黄岩岛这边的争议，但防跟攻这件事情，其实对菲律宾来说是比较有利，而且他现在采取骚扰的。那当然，这次所谓的升级主要是美军加入，特别是现在出的部分的这种驱逐舰的部分的出现，已经是几年5、6年没有出来了。这个出来当中，你说究竟这个部分在美国，如果刚刚邱老师提到的，是真的印太战略改变吗？所以我们不得要看。第一个，在整个所谓南海疆界当中，首先第一要看的是这些冲突在这种所谓边界处理的这个边界有没有迁移。我的边界是指武力的部分。过去知道中国大陆其实什么时候用过海警，什么时候用海军，它有一个处理的准则，而且它用水炮在驱逐，所以这次当中撞船的这部分事件来讲，虽然是一个意外，但整体来说开始确实比较复杂，所以后面会不会更高？包括刚刚前面讲，现在空军的部分也更加入，大家有一些彼此的压迫，所以是升级了。第二个，其实要看的是，我觉得是各国政府，特别在外交军事的政府有没有表态。中国大陆国防部刚好在15号的时候呢，有针对这整体事件，首先也承认了自己的船撞了。二方面来讲，他指责美国，不只是指责菲律宾国防部。但是呢，过去来讲，中菲如果要看到他的外交部的时候就很严重，国跟国之间，但现在还是压制在这个国防部。可是我们对比来看，美军呢？美国方面其实都没有任何的针对此前跟此后有具体，比如说国防部等级的回应没有，包括印太方面也没有针对这些有所评论，比较微妙。而且我必须得说，这次双普会议当中，升高啊，对，双普当中，普丁带了一大坨人去，那个普京那边有，包括川普也是，唯独没有国防部长可实在是没去，所以他是边缘外呢，还是在处理印太当中很忙，还去五角大厦，现在好多事情，裁员要投资这个稀土，乱七八糟事情一大堆，所以这些部分都来思考，现在美军在方面没有回应这件事情也是很微妙的。对，所以在这个微妙性，我们必须还是得说，升级是确定的，而且中国这次确实有点出包，所以相信未来在处理准则跟准备，对于菲律宾可能不会小看了，因为如果美军越来越频繁的海空军，包括演习，但扩张这个疆界，我相信中国大陆就会调整。他们现在各方面就不会只是应变突发，会调整这个准则。对，乃至于说会有只有水炮吗？虽然不是说把人家对方的船、菲律宾的船炸掉，可是有没有警戒性的射击？不过现在几乎没有警戒性的射击哦。而且以前上先出的都是海警船，再来就是看到海军的舰艇，你可以甚至是看到说军警联合一起啊，那这个。像邱老师刚刚所分析的说，如果接下来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话，那南海的局势大家真的得小心啊。不过我们常常讲说，菲律宾因为它的军力跟中国大陆比较起来，它就是
处于非常劣势的。但最近呢，他们跟日本有一项交易啊，因为日菲双方已初步谈妥一项军事出口的这个案子，就是呢从日本海上自卫队所退役的6艘阿武卫级护卫舰要出口，要卖给菲律宾。阿武卫级护卫舰呢是日本第一款导入逆踪技术的水面战舰啊，它的排水量满载的话是3000吨，除了76公里舰炮之外呢，也搭载了箭射鱼叉飞弹，还有反潜火箭啊、方阵快炮这些武装装备。但是为什么要卖给菲律宾？这个时候当然除了卖可以赚钱以外，后面有美方的影子吗？我们知道那个菲律宾它的军舰的话，事实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日方的媒体它有去引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 data 去引示，在2025年这个阶段的话，中方在驱逐舰整个加起来大约有102艘，但是菲律宾的话只有2艘，102对2艘的话，事实上是非常的少，太悬殊了，太悬殊了，根本是不用打了。然后对于日方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输出驱逐舰，这是他们第一次输出给那个外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希望强化对中国的意志力。那意志力是日方呢也一直在强调一个字眼，是抑制战事不要去发生。那跟我们的一个讲法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那这个对日方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他们很重视一个概念叫做 sea lane， 我们中文叫做海上通路。因为如果说南海发生一些争端呢，或是一些困境的时候的话，他们的石油什么东西就不能够输出过来，所以他们把菲律宾有一点加上给他们一些力量，包括之前的我们所说的雷达。那雷达再加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对中方的一个压力。这个有没有美方的一种影子的话，我猜日方跟美国本来就是日美同盟，他们本来应该都会沟通好的。所以有美方的角色，应该美方他们会跟他们打招呼，这个是他们本来都会做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就是增加的是6艘护卫舰，对于整体战力来讲会有什么明显提升吗？2艘增加6艘就是变成8艘，有增加一点点啊。因为菲律宾它一下子它没有办法买很多，那买办法很多，有一点退休下来就有点我们所说半买半送那一种感觉，就给了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好像没办法买了太多。OK， 这件事情老师怎么看？邱老师，您觉得美方在后面有角色吗？我认为，这个部分应该。因为如果真的要卖，美国自己就可以卖。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衡量到菲律宾现在面对解放军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国家所面对的困境。第一个就是财政资源不足。如果美方要卖，美方可不可以很便宜的卖？但美国人不可能，美国军火商不会很便宜，就是。那这个船是菲律宾买得起还是买不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折中条件就是由日本来供应，以退役军舰的方式来提升菲律宾的武装。而且第一个是美国自己不愿意吃这个亏，那日本又有这个意愿，所以其实这个关系。那至于说，菲律宾在这个部分的海军军力提升，会不会对这个区域达到抑制解放军海军作战能力，或者是说，在这个方向，解放军海军给菲律宾的压力，我觉得倒还不至于。对，都还不至于，就勉强让菲律宾的海军看起来像海军。